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人见人爱的米粑粑。提前一天晚上把150克的大米浸泡过夜，第二天一早把水沥干后倒入搅拌机，然后再加入100毫升的水打成米浆。米浆打好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细小的颗粒，不过这个不会影响之后成品的效果。加入30克白砂糖，再加入一点干酵母，一定要把干酵母粉在米浆里充分的化开，直到看不见深色的颗粒为止。烤箱预热50度，然后我们把米浆发酵2个小时。我们再来做粘米粉部分的发酵，我们可以直接买这种粘米粉，它的成分呢就是大米，可以用来做发糕或者青团之类的糕点。这里我们用200克的粘米粉制作米浆，先加入200毫升的水和粘米粉一起慢慢的搅拌开，等到米浆变得粘稠后，我们再加入剩下的100毫升的水，继续稀释一下米浆，然后搅拌到形成浓稠糊状为止。大家看，米浆目前的状态就是米白色浓稠的糊状，然后再加入40克的白砂糖和4到5克的干酵母粉，而且还是和刚才一样，酵母粉呢要搅拌到完全融化。如果你看到有一些颗粒不太好融化的话，就用刮刀在边上碾一碾，这样呢能帮助酵母粉更快的溶解到米浆里面去。然后我们也把粘米粉的米浆同样的放入烤箱里进行2个小时的发酵，这个时候烤箱就可以关掉了。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发酵的情况。粘米粉的米浆有很明显的发酵好的气孔，我们先把大米的米浆再搅拌一下，然后也把粘米粉的米浆上的气孔破开，搅拌均匀，最后呢把2种米浆进行混合。这就是混合好后的米浆，它的粘稠度刚好介于2种米浆之前的中间的状态。我们先把平底部粘锅预热好，锅需要热一点，然后用小汤勺这样1勺1个的在锅里把粑粑铺开，你会看到小粑粑的小气孔会迅速的张开，表面呢也会从至白变成米白色。等小气泡都变成了米白色，你就可以用木铲尝试翻面了。背面这样有微微的焦黄了，你就可以起锅了。这个时候米粑粑还是比较软的，如果喜欢吃更香脆一些的，就可以让反面加热的时间更长一些。就像这样更焦黄的状态，米粑粑的背面就会开始有一点变硬了，这样吃起来还是会更有嚼劲一些。这个大家可以凭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口感。大家看，我最后一锅做的比较香脆的，前2锅做的是比较香软的。最后我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汤勺，做2个大一些的粑粑。大家注意下锅的时候一定要匀速缓慢的加入米浆，不要一下子就很快加入。如果你的锅刚好又不够热，很容易米浆就会流动的太快，变成一张薄饼了。如果你也想要把它对折，就要趁着底部刚刚微黄的时候就把米粑粑对折，因为一旦变成了焦黄，底部变硬就不好再折起来了。对折的米粑粑中间可以夹着一些小菜来一起吃。我也准备了一些小咸菜、腐乳、榨菜、小洋葱头来配着粑粑一起吃，中间的时间还准备了桂花和米酒。我觉得这样才能算上是一顿我们家乡正宗的早餐吧。在上期年饭的视频里，我也搭配了米粑粑，欢迎大家去看。好吃。好吃。这是我亲测和实验出来的配方，希望你也能来试一试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
欢迎给我留言和分享你的经验，也记得点赞和关注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吧。